柱侧弯，首先第一个肯定跟我们的人的体质有一定关系。那么脊柱侧弯很多是相对偏瘦的小孩得的比较多一点，为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跟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那么生活习惯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那么跟我们日常的坐姿、站姿，包括睡姿，包括运动方式，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瘦的小孩为什么更容易得脊柱侧弯呢？那么瘦的小孩，首先第一个，他的肌肉、筋膜、韧带，他的这个一个弹性呢不是很好，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运动，跟运动脊柱侧弯跟运动这个减少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如何去预防脊柱侧弯？首先，脊柱侧弯这个疾病重在预防，而不是重在治疗。那么预防的就是很多家庭都在讲小孩坐直了，有的时候不是说小孩不想坐直，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脊柱侧弯。由于长时间坐姿不正、运动量减少，导致的脊柱侧弯问题越来越突出。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来看一下。喂，你好，康博士，听说您发明了3维立体脊柱矫正仪，就是这个机器吗？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我们这个脊柱侧弯矫正仪呢，主要分为3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是床体板块，那么我们的床体呢，它也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首先呢，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上部分，这个也是可以活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窗身呢，我们总共有四个，我们的这个可以进行旋转升起的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呢，这一块那么也是可以活动的，这是我们的床体。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支撑架，这个是我们的支撑架可以左右移动，可以移动。那么另外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呢，这个就是我们的2个矫正头，总共有这3个板块组成，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脊柱侧弯矫正仪。那么脊柱侧弯矫正仪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矫正的开始呢，我们是通过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床体。床体呢，我们在这个做矫正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把患者进行一个适度的牵引。那么适度的牵引呢，我们这个可以通过我们的操作按钮，我们来去进行一个操作。对，我们先要通过牵引。那么牵引，比如说我们根据患者的身高、体重，还有一个我们的矫正的一个需要矫正的一个侧弯位置，先将它牵引开。牵引开之后呢，那么我们再进行一个矫正臂的一个操作。那么矫正臂呢，首先我们把它调到中立位置，患者的一个情况，我们会调整适当的对于他的胸部进行一个要把他的脊柱往后，我们在爬的时候就要上胸段就要去来调整这一块如果中胸段就会要调整这个那么我们下胸段我们就会调整这个那么如果说我们胸椎整个部位都有侧弯，3个板都需要进行调整根据患者的一个侧弯情况，我们进行高度的适度调整根据情况来进行调整。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对我们的这个骨盆的一个调整。那么骨盆有的脊柱侧弯会有左旋、右旋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的这个呢，根据这个骨盆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适度旋转，这是可以旋转，这是左右旋转那么如果说左侧，那么我们就要向右旋，右侧我们就要向左旋，这是我们这个板功能也是可以展示，这就是我们牵引带可以拉高牵引带可以放低。对，这个是我们整个一个床的一个展示。大家好，我是康医生。在工作的这么多年，我主要以这个研究脊柱侧弯矫正设备为主。研发这些设备其实是
很难的。难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对于机械方面，我们是没有特长。那么对疾病方面，我们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于机械研究方面，我们可能达不到那一定的水准。那么，所以我们在经过多次跟我们的这个生产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加工包括设备的运行的研发团队也做了很多的交流，包括很多的一些接触，那么最终我们才研发成了这个脊柱侧弯矫正仪。尤其青少年脊柱侧弯，在通过我们的三维立体脊柱矫正仪进行矫正之后，那么可以把一些达到手术指标的一些患者通过这个矫正，让他脊柱接近正常外观看不出来有发生脊柱侧弯。未来肯定是要一直从事脊柱侧弯的研究，包括脊柱侧弯设备的研发，肯定是要常年，甚至于这可能是一辈子的一个事情。